8月5日 ，B 站超人气 V-UP 猫雷尼亚鲁发布了回归视频，宣称自己将于8月8日复播。视频成功突破了200万播放，微圈整个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纷纷询问猫雷是谁。开个玩笑啊，不过猫雷确实离站有点久了，也差不多10个月。我也见到一些朋友对猫雷复播为什么有这么大节奏和流量有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有一些朋友真的压根不知道猫雷是谁。所以我们这期视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再报道事件。猫雷尼亚鲁早年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日本小社团旗下的小 V， 他比较出名的同事是直播天才2推 B 站的虎克林，那位我感觉早晚也得出一期视频。20年猫雷被 V8 吧友猫雷 Kiss 发现之后受到邀请，于21年初到 B 站出道，从此依靠着吧友构建的团队开启了自己的 V8 公主生涯。之所以说他是 V8 公主，不光是因为他当时的房管和组员主要来自 V8， 而且他早年间主要的宣传阵地也是在贴吧，并且粉丝的主要构成也是吧友。由于吧友强大的宣传造梗能力，导致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有猫雷这么个 V， 但很少有人去看他，形成了一个名气与粉丝数显著不符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喵喵录的评论和弹幕氛围有点过于抽象，路人很难融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猫雷作为曾经的底边之 V， 在吃到意料之外的 B 站流量之后，业务能力并没有太多的长进。我从21年开始看猫雷，一直看到他离站到22年10月，以我对他的印象来说，可以说他的各项业务一直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猫雷拥有可爱的声线和比较奇特的性格，这些是他比较吸引人的点。但除了声线以外，他的歌力和游戏力都是平平无奇，播的也不算勤快。有时候就算开了播，他那个内容也只能称得上是摆烂，所以得了个大懒猫的名号。他不愿意像其他日 V 一样整点流量密码，比如说学中文或者看电视剧之类的，或者说他曾经弄过但都没有坚持下来，倒是着重学习了一些烂梗，算是为直播付出了一些努力，但不多。有的时候你看着他直播会突然好奇自己为什么要点进来。总的来说，当时的猫雷是一个没什么节目效果，纯靠一手声线和性格特点还有观众造梗火起来的日 V。 从猫雷出道时起到他第一个巅峰的22年初，由于过大流量产生的副作用，各种各样的小节奏始终伴随着他的直播出现。由于这段时间里猫雷的节奏又小又多，还经常涉及他的盒，我们就不多细讲了。尽管直播有着诸多的缺点，但靠着段子病毒式裂变出的知名度，还有他本身特有的魅力，猫雷还是在22年2月的生日会以10万粉的体量砍下千剑，并且在次月搞了3D Live， 一时间风光无两。虽然当时有喵喵录发现猫雷在推特发布的庆祝 B 站千剑的推文下完全不回复中文评论，因此起了一点小节奏，在当时看来无伤大雅。不过这事儿几乎可以被视为2个月后真血事件的前奏，而后者也是猫雷直播生涯中为数不多出自自己的大手笔，也直接打断了猫雷本来势头正旺的发育节奏。真血事件不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题，之前也专门讲过，我们这次就一笔带过了。4月13日，猫雷的一个叫真血的日本指导厨在推上指导猫雷不能脚踩 B 站油管2条船，要求他立刻和 B 站切割，并且以种族歧视 AOE 辱骂了全体国人。此时有细行喵喵录发现猫雷的小号关注了这个逼，于是立刻去和猫雷讨个说法。猫雷倒是在当天的直播里就道歉了，并且表示已经取关了真血。不过在短短2天之后，也就是22年的4月15日，他就又被人发现在推特评论里和真血互动。尽管这次猫雷在 B 站和推特都发布了严肃的道歉声明，宣称自己不认可真血的言论，回复的时候是没有看 ID 不小心回的，并且已经拉黑了他。不过短时间内反复触雷的行为让长久以来本就不满猫雷摆烂的喵喵录们产生了严重的情绪，因为当时猫雷经常提起要感恩和回馈粉丝，承诺了许多企划，结果后来基本上没怎么实现。而加上 V8 推出了新的公主，猫雷逐渐失宠之后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直播摆烂。真血事件虽然有着猫雷的2次致歉，不过还是成了22年之后对他重大恶评的主要事实来源，并且气走了一部分喵喵录。不过说到底还是因为猫雷太懒了，还有他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强烈的家乡情节。虽然猫雷在22年6月份说过自己要专心直播，已经辞去了女仆的工作，不过他的流量还是不可避免的走低。尽管如此，22年9月份，在字幕组和猫雷的名字的共同努力之下，一个叫做终极猎手的切片再次给生涯陷入低谷的猫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流量。这次真属于是流量之神追着喂饭吃了。这个切片的梗来自于王者荣耀 KPL 知名选手梦泪，他是一个在 B 站有着300万粉丝、抖音3000万粉丝的顶流职业选手。这个梗解释起来有点麻烦，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猫雷和梦泪的名字很像，2个人可以共用一个空耳的曲子，所以字幕组用一直模仿梦泪精彩集锦剪辑手法的切片给猫雷吸引了一大票农友的关注。这波爆火给猫雷带来了数万粉丝当月就帮他突破了20万的大关。虽然梦泪原本要和猫雷的联动直播因为当时的地震而取消，但仅仅是这些新鲜注入的血液也足以为猫雷的直播生涯带来第2春。面对和2年前阴差阳错被拐到 B 站时一样突如其来的流量，猫雷的选择一如既往的不负众望，他选择了在1个月后的10月8日宣布自己将于10月26号毕业。当时的猫雷推说自己是要去追逐不得不实现的梦想，一直到谜语，还在直播间少见的大发雷霆。我们先假装不知道结果当时的喵喵录里除了被梦泪梗吸引进来的路人，那都是熬过了真血事件和直播低潮的
的超级捷径路，当然是苦劝猫雷不得。在一片永世我雷的悲伤氛围之中，仅仅过了3个月，大家就在彩虹社 VTA 的3期生直播间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没错，猫雷不得不实现的梦想就是加入彩虹社出道，而且加的还是彩虹社 VTA， 也不是什么正经彩虹社啊，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彩虹社培训班，你在里面给彩虹打工，播得好的话就有机会在彩虹社本社出道。然而在本月的大裁员里 ，VTA 豪裁大部分学员，公司裁员给出的理由是违反公司条例，可以说是非常的模糊，因此也被质疑是压迫和白嫖学员的劳动力。你在 VTA 直播不但分不到彩虹社本社的资源，甚至也没有工资，还要干活，然后试用期一到就把你找个借口裁掉。已经步入职场的朋友听了这段是不是感觉套路还蛮眼熟的？所以现在来看呢，当年的猫雷就是把流量之神喂进嘴里的饭哕了出来，然后兴高采烈的跳进了田角鹿设定的补猫陷阱里。很不幸的，猫雷转生的爷爷公梅拉并没有逃过 VTA 的大裁员。2023年8月4日，爷爷公梅拉在重大告知直播中宣布了休止活动。在给家乡观众甩下一句熟悉的追梦之后呢，8月5日，猫雷냐路发布了视频，我回来了，相隔就1天，归心似箭了，属于是。猫雷的回归虽然仍然有着100万级别的热度，但看得出来大部分都是来看热闹的乐子人，还有不明真相的吃瓜路人。在他消失的10个月里，核心粉丝的流失是显而易见。曾几何时，猫雷凭借着在微圈里绝对称不上勤快，但勉强还能算稳定的普通直播，就可以依靠着粉丝的狂热宣传，以10万粉坐拥千剑。即使经历了真血事件和直播不稳定的动荡期之后呢，他也依然依靠着来自梦类的自来水流量，在毕业直播时达到了500多的舰队规模。如今的猫雷虽然有着复活视频和口耳相传引来的巨大流量，他的首月舰队却只有300人，足见其核心粉丝流失之严重。回归的猫雷以一首中间忘词还雷味十足的 One Last Kiss 告诉我们，他在彩虹社进修这10个月里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东西。不过有一点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看着猫雷这个月的直播动态，大懒猫这个词儿我还真就很难说出口。回归时候面对满屏幕的独轮车怡然自得，不仅如此，看得出来他回归 B 站是肉眼可见的开心。在人气下滑之后还能保持高强度的直播，并且面对满屏的独轮车还暂时没有爆出什么低气压的事情，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抗压了。所以一定要说他在彩虹社学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话，那应该是老乡不骗老乡嘛。总的来说，虽然猫雷因为自己的懒惰和迷惑行为接连错过了初创期带来的流量红利和后期的自来水，不过以现在的阵仗来看，谈猫雷凉了还为时尚早。毕竟早年间攒下的家当相当殷实，在他不在 B 站的这10个月里，微圈也到处都能看到喵喵鹿的身影。只要他保持现在勤勉的势头，以他的各猫特，日后有无可能回归千剑巅峰也犹未可知，我们持续关注。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我是丁老头，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